你有没有发现，生活里那些真正活得通透的人，脸上总挂着一种说不清的松弛感。他们不急不躁，不争不抢，像一棵扎根很深的老树，风雨来了也只是轻轻抖一抖枝叶。这种状态挺让人羡慕的。这些人不是运气好，也不是家底厚，而是他们早早看清了一件事：人生大部分的力气都使错了地方。以前我总以为只要足够努力，拼尽全力，就能把生活这块顽固的生铁硬生生捶打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后来被现实碰得头破血流，才发现这想法天真的可笑。有人可能会问，难道努力奋斗不对吗？难道要我们躺平什么都不做吗？努力当然没错，但要看你的努力是顺势而为还是逆天而行。你见过哪个农夫冬天种西瓜，哪个渔夫在退潮时撒网？他们不努力吗？可他们的努力都建立在对事的尊重上。命运不需要你拼命对抗，它只需要你对齐。什么叫对齐？它就像调收音机，当频道里全是刺耳的杂音时，你不会对着它大喊大叫，逼它唱出歌来。你会做什么？你会轻轻转动旋钮，直到信号清晰，音乐自然流出。人生的智慧就在这个转字上，而不是推字上。你追得越紧，世界跑得越快，你把弦绷得越紧，它断得越早。你想让所有人都喜欢你，结果把自己活成一个疲惫的好先生，最后发现不喜欢你的人连你呼吸都是错的。你想把每件事都做到完美无缺，结果焦虑的整夜睡不着，最后发现该来的遗憾一件也没少。你想掌控生命里所有的变数，结果生活偏偏在你最得意的时候给你一个响亮的耳光。人这一辈子背负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在乎别人怎么看，在乎自己的得失成败，在乎那些说出口和没说完的话。每一件在乎的事都像一根看不见的绳子，紧紧拴在你的心口上。走得越远，绳子越多，勒得越紧，直到有一天你发现自己被捆得结结实实，寸步难行。有个同修跟我说，他最难的那段时间每天都在演戏，在公司演一个情绪稳定无坚不摧的好员工，在家里演一个温柔贤惠从不抱怨的好妻子，在父母面前演一个懂事孝顺报喜不报忧的好女儿。演到最后，夜深人静时，他看着镜子里的自己，茫然地问，你是谁？连自己都想不起来了。其实那些让我们寝食难安拼死维护的东西，说到底不过是暂时的身份，临时的关系，过眼的烟云。你以为你在守护一座城堡，其实你只是在紧紧抱着一堆沙子，攥得越紧，流失得越快。把手张开，才能借助清风与阳光把心腾空，才能装下真正的自在。人和人之间就讲究一个缘分，
更讲究一个能量的同频共振。有些人来了，陪你走一段路，分享阳光雨露，你们彼此滋养，那这一程就值了。有些人来了，却像一个能量黑洞，除了消耗还是消耗。你说的话他听不懂，你的喜悦他觉得刺眼，他的负能量你一直接不住，像个永远填不满的窟窿。这时候最需要勇气的不是硬撑，而是转身。有人总会天真的想，我用我的光去温暖他，去改变他，不行吗？千万别这么想，这叫自寻死路。一个漏电的电器，你拿自己的蓄电池去给它充电，结果是什么？不但充不满它，还会把你的电池也一并耗干，甚至引发短路，把你整个能量系统都烧掉。远离消耗你的人，不是冷漠，是自我保护，是清醒。就像园丁修剪枝叶，必须剪掉那些枯枝败叶，不是因为不爱它们，而是为了让整棵树活得更好，把养分留给那些能开花结果的枝条。我见过最通透的一位长辈，处理任何消耗他的关系，只有3个字：不解释。懂你的人，一个眼神就够了，不需要解释。不懂你的人，解释再多也是对牛弹琴，浪费口舌。他把省下来的时间和心力用来喝茶、种花、读书，院子里的花一年比一年开得旺，脸上的皱纹里都藏着笑意。他的日子过得清静又丰盛。现代人最大的病根是不会静，身体在奔波，脑子在胡思乱想，情绪在上下翻飞，像一台永远不懂关机、散热器还坏了的机器，24小时轰鸣。时间长了，螺丝松了，零件磨损了，系统频繁报错，各种身心毛病就都找上门来了。这不是心理作用，而是一种真实的物理反应。其实身体有极其强大的自愈能力，但前提是你得给它机会。这就像一杯倒进了泥沙的浑水，你不停地摇晃它，搅动它，指望它变轻，可能吗？它只会越来越浑。正确的做法是什么？把它静静地放在那里，什么都别做。你看着那些泥沙自己就一点点沉下去了，水自然就清了。我们的身心也是如此，每天给自己留出一段神圣的空白时间，哪怕只有15分钟，就只是发发呆，看看窗外的云卷云舒，听听远处的鸟叫虫鸣，感受一下风拂过皮肤的感觉。刚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无聊，念头会像野马一样奔腾，别管它，你就只是待着。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些让你焦虑到窒息的事情好像没那么可怕了，那些让你百思不得其解的结，在静默中自己就松动了。老一辈人常讲，没事多积点德，以前觉得这是封建迷信，是心灵鸡汤，后来经历的多了，才明白这里面藏着宇宙最朴素的能量法则。积德行善不是一场做给老天爷看的表演，
而是在实实在在地给自己的能量场升级、充电、净化。你真诚地帮了别人一把，那一瞬间，你心里会涌起一股无法言喻的暖流，你发自内心地成全了别人，你自己也会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踏实。这种温暖和踏实，可比你吃任何山珍海味、买任何奢侈品所得到的快乐要滋养得多。它是最高品质的能量补充。更奇妙的是，当你习惯了与人为善，把它变成一种本能，你会发现周围的好事会莫名其妙地多起来，总在关键时刻帮你的人也渐渐出现了。这根本不是玄学，是你亲手种下了一颗向日葵的种子，整个宇宙的阳光都会被吸引过来照耀它。我们的脑袋很聪明，但它绝对不该当家做主。你仔细回想一下，你这些年受的那些苦，有多少是真实发生的灾难，又有多少只是你脑袋里编出来的吓唬自己的恐怖故事。他说，万一这次失败了，你就再也爬不起来了，所有都会嘲笑你。他说，他那个眼神肯定是在讨厌你，你完了。他说，你看看你，都这个岁数了，还一事无成，这辈子没指望了。这些绝大部分都是头脑这个编剧大师的杰作。这些念头像一群在房间里吵吵闹闹、上蹿下跳的熊孩子，你越是冲他们喊别吵了，他们闹得越欢。怎么办？从现在开始试试看。你就静静地站到房间门口，像个慈爱的保安，看着他们来，看着他们去，看着他们在你面前表演各种戏码，不参与，不评判，不跟着他们跑，不跟他们较真，你只是看着。慢慢的，你会惊奇地发现，这些孩子闹着闹着觉得没意思了，声音自己就弱下去了，一个一个溜走了，房间里就安静了。同样的环境，觉醒与未觉醒的人活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一个在泥潭里死命挣扎，觉得处处是烂泥，处处是墙，一个却在泥潭里种起了荷花，觉得污泥也是养分，处处皆是风景。区别不在于环境变了，而在于看环境的那颗心彻底变了。当你真正开始为自己的人生负起100%的责任，不再把幸福的希望寄托在任何人身上，不再抱怨命运不公，不再纠结于那些你根本无法改变的过去，你会突然发现，压在肩上那座无形的大山瞬间轻了，脚下的路也莫名的宽了。那一刻，你才真的算开始不在这个人间里较劲了。执念是痛苦的根，放下是解药的门。所以从现在开始，请你放下那份非要不可的较劲，该做的事，你继续认真做该走的路，你继续踏实走，只是心里不再拧巴，不再跟自己、跟世界对抗。这时候你再回头看，会发现命运不知道在什么时候已经悄悄地为你换了一条更美、更顺畅的轨道，
而你终于在这滚滚红尘之中，活出了几分红尘之外的从容与丰盛。有缘人，你还要在那个人生大梦里耽搁多久呢？晨光已经爬到你的枕边了。这一路走来，你摔过的每一个跟头，流过的每一滴眼泪，哪一次不是在把你往更高的地方托举？别总低着头，去数口袋里还剩下几枚可怜的铜板。你抬头看看吧，那漫天的星斗都是你远行的盘缠。路不在远，在于你是否敢于迈步时不再难，在于你是否敢于起念。从今天起，把那个总是习惯性缩在硬壳里的自己温柔地拽出来，晒晒太阳。你本是能翱翔9天的大鹏，何必总学那屋檐下的麻雀，只敢在别人的阴影里叽叽喳喳？胆怯张望，把手伸出去，去握住今天早晨的第一缕风，把脚迈出去，去踏碎昨夜梦里的最后1寸寒霜。这天地敞亮着呢，大得很，足够你尽情扑腾的。宇宙一直在深情地看着你呢。你忘了你出生时那满室的华光，那是多大的阵仗？宇宙一直把你当作手心里的宝贝，怕你吃苦，怕你受累，给你积攒了那么厚的一份家底，哪一样不是顶好的？可你现在怎么甘心把自己活成一颗灰扑扑的石头，宁愿被埋在泥土里，也不肯向世界透出一点点你本自具足的光。宇宙把你送到这人世间的大戏台子上，是盼着你粉墨登场，领一段妙舞，唱一出惊艳四座的醒世之戏，可不是让你一直躲在后台，对着幕布上的褶子数着日子，唉声叹气。有些文字是给眼睛看的，有些文字是给灵魂听的。当你在某个安静的时刻，忽然被一句话击中，心里微微一颤，那不是巧合，那是你内在深处的那个真我在轻声应答。你知道，所有经历无论好坏，都在为你的心性铺路。当内在的光被点亮，你自然会成为他人的温暖与光亮，无需刻意去证明什么，安静地做好你自己便已足够。觉醒从来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神话剧，它更像一阵微风，在你最疲惫不堪的时候悄悄吹过来，让你忽然停下脚步，心里冒出一个声音：原来这一生我并非是偶然走到这里的。你之所以经历那些常人无法想象的风浪，并非是被命运恶意推着走，而是你的灵魂在为你铺就一条独一无二的英雄之路。你所遇见的家人、伴侣、朋友，就像是早已约定好的同行者，你们在彼此的镜子里照见自己尚未完成的灵魂课题。当你开始从内心深处追问我为何而来，那一刻，沉睡已久的觉醒种子已经顶开坚硬的泥土，破土而出了。灵妖，家庭是道场，关系是镜子。我们总以为家庭是人生的起点，
其实它更像一面能照见前世今生的业力之镜，父母的性情，家族的能量氛围，童年那些被刻意遗忘的光与影，都在无声无息中悄悄塑造着我们看待世界的底层程序。若一个人带着匮乏感和深深的恐惧长大，却没有在中途停下来，勇敢地向内审视，那么他此生很可能只是在无意识中一遍又一遍地复制那个他最熟悉也最痛苦的旧有模式，甚至让下一代继续承载同样沉重的情绪枷锁。这就是业力的代际传递。而当家族里终于有一个人愿意在某个万籁俱寂的深夜，独自面对自己内在的伤痛，不再把所有责任都推给外界和原生家庭时，他变成了那个为整个家族的能量系统点起第一盏灯的破局者。真正的觉醒并不需要你远行千里去朝圣，它就从你愿意为自己的生命承担的那一刻开始。当你停止抱怨，转而开始修心养性，你会发现整个家族那股凝滞沉重的气场也随之松动了。那是一种无形的改变，像春天的暖流慢慢融化了冰封的河道。请记住，你的命盘里写着的从来只是出厂设置和沿途的天气预报，它只是提醒，不是判决。你生来携带的个性和所处的环境，是你自己的灵魂为你精心挑选的，最适合你的修炼场。只要你的心念能坚定地转向光明，那些就有的让你痛苦的命运轨迹就会像生锈的锁链一样渐渐松开脱落。当一个人心量扩大，如同房间变大，他与世界的摩擦和碰撞便自然减少。当一个人内在安定，如同一艘船有了压舱石，外界的风浪再剧烈也很难撼动它的根。02孝心通达，气血自旺。母亲给予我们血脉的温度与滋养，父亲则托举着我们前行的气度与力量。一个人与父母的关系，就是他与自己生命源头的关系，这往往直接映照着他对这个世界的根本态度。父母就是我们在人间的根，若心中常怀感恩，如同给树根浇灌清水，气血自然充盈，面色红润，精神饱满。若心里积压着长久的怨怼，就等于在用毒药浇灌自己的根，身体与事业都会显得沉重淤堵，步履维艰。很多时候我们以为事业的阻力、财富的障碍来自外部环境，其实真正的堵塞是源于内心那个与生命源头尚未和解的结。当你愿意发自内心的温柔地对待父母，哪怕只是多一份发自内心的体谅，你生命的能量管道就会慢慢变得畅通。那份善意如同把水重新引回源头，滋养的表面是他们，实际上最终受益最深的是你自己。这就是返本归元的秘密，真正的报恩。
并不局限于物质和形式。你在日常里端正自己的心念，认真的生活，不断精进自我，让自己活得光明磊落，充满喜悦，这便是对父母生命能量最深的回应与反哺。当这份对源头的爱满溢出来，自然扩散开来，延伸到你身边的伴侣、同事，乃至素未谋面的众生，你的心就变得如天地般辽阔。心若辽阔，福分自然不求自来。03空性之门，红尘之路。行走于这纷繁世间，若没有一份定力，情绪便会像一匹脱缰的野马，牵着你四处奔波，耗尽心力。所以修行的第一步是学会观察，练习像看电影一样，看着自己的念头升起，看着欲望在心中翻涌，看着自己又被哪个外象吸引。执着，当你能慢慢体会到万事万物都在刹那生灭，流动不息，那些让你欢喜和悲伤的情绪都如天边的浮云，来了又会走，你心里的那份执着便会自然松动，心不再被得与失紧紧牵引，眼前的风景反而看得更清晰、更真切了。很多人在修行途中会经历一段迷茫期，仿佛觉得一切都失去了意义，对人情世故变得冷淡，对世事也感到疏离。要警惕，那只是一个过渡站，若停留在这份虚无里，便会失去人间的温度，落入顽空的陷阱。真正的平衡是入世而不迷，你可以真诚地去爱一个人，也可以全力以赴地去做一件使你的情感依然炽热温暖，但你的心底却始终保有一份清明与觉知。当缘分来到，你敞开自己，认真对待；当缘分要离开，你心怀感恩，挥手祝福。那是一种极致的轻盈，既不逃避红尘的烟火，也不被红尘的业力死死拖拽。04觉察为灯，静定为舟。所谓的佛境，并不在遥远的西天，它就在你当下这清净的一念之间。当心静下来，整个世界的轮廓都会变得格外柔和。当念头纷乱如麻，整个天地也仿佛随之失去了秩序。我们所见到的世界，不过是我们内心状态的精准投射。若心中充满比较、嫉妒与执取，那么目光所及之处多半是纷争与不公。若心里宁静、富足而圆满，那么哪怕身处最喧嚣的菜市场，也能感受到一份内心的安稳与和谐。觉察是一切修行的根，是那盏能照破千年暗室的明灯。觉察自己将要说出的每一句话，是出自爱，还是出自恐惧？觉察每一个情绪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动机，觉察每一个欲望的来处和它将要把你带往的方向。当你能清晰地看见它们，你便不再是他们的奴隶，你成了他们的主人。每天都给自己一段时间，有意识地远离那些浮躁的人、事、
信息让那颗奔腾不休的心慢慢沉淀下来，静到深处，被事物蒙蔽的智慧自然会如水落石出般浮现静到极致。那份源自生命本源的力量会悄然生长，那份力量并非张扬跋扈，而是一种稳稳的存在感，一种不动如山的定力。当你的知与行渐渐合一，内心的慈悲与无畏的勇气会同时出现，你会恍然发现，原来真正的强大从来都来自对狂野本能的温柔调服，与对那颗清净初心的坚定守护。灵性觉醒并非是获得了某种神秘的超能力，或看见了什么奇特的体验，恰恰相反，它是让你变得越来越真实。你开始能够诚实地面对自己的不堪与阴暗，坦然地接纳那些不完美的缺点，但同时又绝不放弃对更高生命境界的追求。你学会在漫漫黑夜里向内自省，又在每一个清晨的晨光中重新出发。你珍惜每一次温暖的相遇，也由衷地尊重每一次庄严的告别。从此慈悲让你在看透人性的复杂后，依然懂得选择悲悯坚定，让你在历经世事的风浪后，不被任何力量轻易带走。若此刻得你读到这里，心中有一丝清明悄然升起，请务必珍惜它，那是你的灵魂正在穿过层层迷雾，向你温柔的招手，提醒你归来吧。那个真正的你其实一直都在这里。让我们一起在评论区留下这句充满力量的心法口诀，情绪如水流过，我心不动。当你在评论区郑重地打下这几个字，这并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留言，而是一次深刻的个人能量仪式，是你对自己的潜意识发出的一个最强有力的正面指令。你是在用这个行动为自己的心建立一个强大的能量过滤器，向宇宙宣告你选择放下所有导致身心淤堵的执念和情绪，让生命能量如江河般在体内畅快奔流，滋养每一个角落。当成千上万个清醒的灵魂共同发出这个正念时，会形成一个巨大的高频能量场。这个能量场会反过来加持和祝福每一个参与其中的你。很多人都想不通一个问题：如果生命本质是爱与光明，为什么我会经历如此多的痛苦？是命运不公，还是我罪孽深重？其实我们对痛苦的理解从一开始就错了。痛苦不是来惩罚你的，它是来唤醒你的。把它想象成一个极其敬业的灵魂闹钟，当你的人生轨迹偏离了你灵魂的蓝图，走在一条消耗你，让你变得不像自己的路上时，这个闹钟就会响起。第一次，它可能只是通过一件小事让你觉得不舒服，这是轻柔的提醒。如果你忽略它，继续麻木地往前走，第二次它会变成焦虑或迷茫。声音调大了，如果你依然用刷剧、购物、暴食来压制它，
第3次，他可能就会以疾病、关系破裂或事业失败这种剧烈的方式，直接把你从沉睡中震醒。所以你看，痛苦本身并无好坏，它只是一个信使，一个指标。它在以一种激烈的方式告诉你：嘿，你走错路了，这条路通往悬崖，快回头。一个觉醒的人在感到痛苦时，第一反应不是去抱怨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而是会立刻安静下来，向内探寻。这个痛苦想告诉我什么？我哪个部分失衡了？我需要调整什么？当你学会这样去解读痛苦，而不是抵抗痛苦时，痛苦就完成了它的使命，自动退去。而那个让你痛苦的人或事，你会发现他们不过是闹钟本身，是你的灵魂雇来叫醒你的演员。戏演完了，自然就该谢幕了。你甚至会从心底里生出一份对这份痛苦的感恩。我们总说放下，但很多人终其一生做的都不是真正的放下，而只是压抑，假装忘了或者没办法，只能算了。这之间有天壤之别。真正的放下是有次第、有层次的。第一层是放下对物的执着，这是最浅的层次。比如你心心念念想买的一件东西，没买到你辛苦策划的一个项目，失败了，你为此耿耿于怀，夜不能寐。这一层的放下是看清得失皆是缘，你开始明白生命里的一切物质，你都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来了，好好珍惜；走了，坦然接受。这叫物来则应，过去不留。第二层是放下对人的执着，这比第一层要难得多，包括放下对别人看法的执着，放下对某段亲密关系的执着，放下对别人应该怎样对我的执着。你不再需要从别人的认可中寻找自己的价值，也不再强求任何一段关系必须天长地久。你开始懂得，每个人都只能陪你走一段路，缘聚而生，缘散而灭，都是自然规律。你能做的是在同行时真心相待，在分别时真诚祝福。当别人误解你、伤害你时，你甚至能生出慈悲。他也被自己的无名所困，也很苦。第三层也是最难、最根本的一层，是放下对我的执着。这是放下的核心，放下那个固执的我认为，放下那个脆弱的我的面子，放下那个永远在寻求关注、证明自己的小我。你开始意识到，那个你一直以来拼命维护的人设和身份，它只是一个角色，一个标签，并不是真正的你。当这个小我被放下时，那个更广阔、更智慧、与万物一体的真我或自信才会显现。那一刻，你不再需要任何外在的东西来证明你的存在，因为你本身就是存在。这三个层次，层层递进。很多人在第一层和第二层徘徊，就已经觉得人生轻松不少。
而唯有抵达第3层，才算是真正尝到了解脱的滋味。很多人对觉醒有一种误解，以为觉醒了就要不食人间烟火，远离红尘。恰恰相反，真正的觉醒是让你以一种更清醒、更喜悦、更有效率的方式去活在此时此地。以前你是被情绪和念头拖着走，活在无意识的梦游里，堵车了就路怒，被批评了就沮丧，看到别人比你好就嫉妒。你的喜怒哀乐完全由外界决定。觉醒之后，你只是多了一盏灯叫觉知，你依然会去上班，但你不再把工作看作是养家糊口的苦役，而是一场借势练心的游戏。面对难缠的客户，你看到的不是刁难，而是修炼自己耐心和慈悲的机会。你依然会和家人相处，但你不再陷入那些鸡毛蒜皮的对错之争。你能看见对方情绪背后的需求和创伤，你能带着觉知去沟通，而不是用自动化反应去回击。你依然会去菜市场买菜，但你会感受到那份人间烟火的温暖。你会对卖菜的阿姨微笑，你会感恩脚下的土地长出如此丰盛的食物，感恩这一切因缘让你能安稳地吃上一顿饭。觉醒不是让你逃离生活，而是让你第一次真正的全心全意地进入生活。你不再分裂，不再抗拒，不再评判，你只是全然地去经历，去感受，去创造。你提着那份清明的觉知，去买菜，去做饭，去爱人，去工作。你会发现，原来生活中的每一件小事都可以是修行的道场，每一个遇见的人都可以是点化你的菩萨。最终你会明白，修行不是为了遇见佛，而是为了在生活的每一个角落把自己活成一尊欢喜佛，从容自在慈悲温暖。这就是觉醒者在人间的模样。有缘人，感谢你看到最后。如果今天的影片对你有所帮助，请按个赞给我响应。还没有订阅频道的，请点击右侧的订阅按钮，与我们建立更深的连接。随缘加入会员，与同频之人共修福报，随喜转发，传播善知识，功德无量。